嗨，朋友们，你们好呀！今天是森林城市的物业为业主们在沙滩举办的一场迎春晚会。哇，好热闹啊！每一年的晚会我几乎都参加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特别的热闹，还请来了财神和财神仙女。一会儿的节目也是特别的丰富，有舞狮、电音三太子，还有歌舞表演以及自助晚餐，当然还有让人期待的抽奖环节，和晚宴结束后会有烟花表演。朋友们，这么热闹的场面，我们森林城市鬼城的称号是不是不攻自破了？森林城市是不是又火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就在2025年的1月7日，马新两国已正式签署柔性经济特区协议书，已确定具体合作框架，陆续会有一系列的轻商政策支持业务增长。这意味着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走上正轨，换言之，日后将升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直以来的经济合作模式。森林城市开发商碧桂园太平洋景盛有限公司副总裁沙鲁一赞表示，森林城市获得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并透露已有11家公司有意在森林城市金融特区设立业务。沙鲁一赞指出，森林城市在去年11月15日被宣布成为免税岛，政策叠加为项目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动力，并预测森林城市在2025年的经济和整体发展将迈向新的里程碑。他也认为，金融特区、免税岛以及经济特区将共同推助森林城市成为柔佛州乃至整个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5%的税率实在是震撼，特区内企业税直接拉低至5%，而且长达15年。对比新加坡17%的企业税和马来西亚现行15%到24%的企业税，这个优惠简直就是送钱。不管是 AI、量子计算还是医疗设备、航天制造，这些高科技产业都能享受到超级减负。还有高端人才的福利，符合条件的知识工作者享有15%的特别所得税率，长达10年。比起马来西亚公民最高30%的税率，这简直像免税区。对高收入人才，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史上最强特区2家。马来西亚第2家园自1996年启动以来，最初是为了吸引有退休金的外籍老人来马来西亚安享晚年，并促进当地消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的受众群体已经从退休老人扩大到年轻家庭和各类人群。2025年，马来西亚政府对这一计划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主要有年龄门槛的降低，还有定期存款的调整。现在经济特区的2家定期存款，最低的只需要存3.2万美元即可。最后留下我的名片，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找我办理哦。感谢各位委员。
好不好？假设我念好，比如说第一高，我说新年快乐，你说？啊，对，万事如意，你们说什么？收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念第一高，一帆风顺。收到。